中国在7月1号，它公布执行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案。你想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到了7月3号的时候，它又公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你想那什么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再看到了石买民夫居然被打，你想说，他是个日本人嘛，跟我一个台湾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可是如果你把这3个法案、3个事情连在一起，而且你仔细了解，里面非常清楚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就是你在国外发表的任何演说，只要是违反我的民族团结，都是我制裁的对象。中国可以进行必要的制裁。那如果我们一般正常的人，我们在民主国家长大的人，我们都觉得，那如果你要制裁，你要用长臂管辖，你应该用合法的手段吧？如果是用合法的手段，你应该用国际刑警组织，用一个国家合法的这个所谓的警方的力量来进行这个事情，但不是。你要知道，中国从创党以来，他从来都是跟地痞流氓，都是用跟黑暗势力来合作。毛泽东进到井冈山的时候，他拉拢的第一批的部队是土匪的部队。他要斗地主的时候，他跟谁合作？他跟地痞流氓才有办法去斗地主。因此，他现在讲的制裁，并不是透过合法的手段，它里面提到的是，当他要进行必要的制裁的时候，他已经在台湾执行了。你现在看到了石柏民夫被打，他其实就在执行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服务法案，他就在执行他的互联网服务信息的这个所谓的管理办法。也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在台湾发生了，也就是今天你跟我如果发表了不是中国喜欢的言论，觉得说他觉得刺耳，影响他的民族团结，你跟我都有可能变成他制裁的对象。所以就看到很多台湾人，我到了中国，我莫名其妙的失踪，很多一贯的道亲觉得说，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任何的危害。我到了中国，我居然就被拘禁起来，我居然就被关了起来。所以现在中国对台湾的制裁，对台湾的压力，其实已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如果要谈到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宝杰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师，你在一开始就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案的时候，我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跟我特别提醒说，现在的这个互联网信息的这个管理办法非常的重要，我就觉得很困惑，所以我就把它兜了一下，然后把它整理一下，然后我再去看，把过去我看中国的书再兜起来，我才赫然发现一件事情，搞了半天。它的制裁不是合法的制裁，不是透过国际刑刑法，不是我们国所理解的，它根本就是用所谓的地痞流氓。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案在公布实施的时候，它不是随便讲讲的，它是真的有可能境外制裁，而只是这个制裁的方式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而已。当然不一样了，因为我常讲，我说，其实我们是最应该了解共产党的人，但是台湾不晓得为什么呢？断层了，所以现在反而变成不了解共产党，而且非常不了解共产党。你刚才讲说，他们一开头呢，共产党就跟这个土匪合作。他们上井冈山的时候呢，井冈山上有一支部队，那支部队真的是土匪，领头的一个叫王佐，一个叫袁文才，这2个就是土匪，他们平常就打家劫舍的。所以毛泽东他们逃上山去的时候，跟他们合作呢，他们这都说我们是落草了。讲的就是这话啊，就是说落草了。那如果他说我们是革命部的，我们不能落草，那怎么办呢？我们来教育王佐跟袁文才，怎么教育呢？把这个最简单的共产党理论跟他们讲，讲到最后他们觉得差不多了，这2个人改造完了，还是不放心，还是杀掉。这2个被杀了，被杀了。跟林冲上到哪里一样，把那王伦给杀掉了，水浒传的一样，所以他们自己就说我们就是土匪性格。那后来多年前了，那时候国民党不是跟共产党一直没有交往吗？后来终于来往了，派一批人到大陆去，然后本来我要去的，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我没去。回来之后我们当然就很好奇了，就跟他们一起去开研讨会、聚餐、吃饭，然后开始仔细谈。我说有什么感想啊？碰到他们这么多年没看到我们老对手，那现在碰到什么感想？居正，我跟你讲，匪就是匪，匪就是匪，但是匪气未退。所以回到你刚刚讲那个，共产党一早就讲，他说黑社会里面有爱国人士，对，在香港的。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黑社会这些人呢，本来就是可以团结利用的对象。
但他们的话其实团结是好听了，讲了白点就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其实他们自己起家呢，用了很多手段呢，非常黑社会。你在前面我们聊天讲那个顾顺章的案，顾顺章，那个将来有空我们再说，那个是彻头彻尾的黑社会，而且是周恩来执行的，全家灭门，全家灭门30几口，埋在地底下几公尺底下，而且上面还有水泥，所以大家一直挖就以为说要挖到地基了，不是。后来顾顺章再往下挖，还有，他非常清楚，他们分成白队跟红队，他非常清楚，他说白队是负责监控的，红队是负责动手的。这是我们红队的作风，是啊，杀完人了，埋在地底下，你以为要往下挖几公尺的，挖了地基了，挖到水泥有地，不是，水泥底下还有。所以共产党以前是用这样来恐吓的，用灭门来恐吓，一直是这样，因为他们那时候筹不到军饷的时候，就是老办法嘛，就是绑架嘛，就绑地主啊什么的，然后就要赎金了。那地主被抓的时候，一般来说生活还不错。因为它是肉票，它值钱的，这个肉票得养好一点，因为你也不能一次拿光。他判断你家里，譬如说你有1000两银子，我跟你要500两，我要600两，又回去你会再赚不走，下次再来抓，然后再可以拿到，所以一点都不错。那回到刚刚你讲说这个叫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它现在是一个草案，但这个草案已经差不多了，它中间不会有大修改了。这跟我们上次讲那个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2个法案呢，应该这样说，相互呼应，相互补强。一个是管行动的，一个管行为的，管身份的，一个是管言论的，也就是我共产党什么都要管起来。简单这样说吧，我们先回顾一下那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我们再谈谈那个信息管理办法。虽然它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应该这样讲，就算没有这2部法律，共产党已经这样做了。对，我觉得他已经在台湾已经这样做了。对，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那现在有了这2个法律，只是他是说我是照法律办事，只是这样而已，他就披上一个法律的外衣。但共产党从来没有把法律当正事。我最近才读到一篇文章呢，讲什么呢？有一个大陆人呢，大陆出来的人呢。我最近把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呢，好好的深刻的研究了一下。研究什么呢？他说，结论什么呢？1949年咱们刚打了天下的时候呢，那颁布个宪法。当时什么呢？他说，咱们像是什么刚订婚的男士，彬彬有礼啦，客气啦，谦恭啊等等。所以宪法写什么呢？我们不是这个什么，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跟什么等等，然后共产党呢，是这个革命的这先锋队跟后卫讲得非常客气，然后这个我们也不是共产主义，我们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讲得都很温文尔雅。等到过2年之后呢，再修改这宪法呢，就不太一样了，就把一些人拿掉了，然后就把那个什么中国共产党呢的领导呢，慢慢加进来了。好了，那中间修订过几次宪法，那有的时候摆进去，有的拿出来，有的本去，有的拿出来。那这个邓小平时候呢，把它拿出来了，然后习近平时候又把它摆进去了。所以他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是，每隔几年就要决定要不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句话呢摆进去还是拿出来，就这样子，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你摆进去也好，拿出来也好，你就是这样干的。坚持共产党领导，从来没有少过。所以我们上次讲，我们说民族团结促进法呢，根本是玩文字游戏，基本上用国家民族这漂亮的词去包装共产党。我们上次讲了，第2条讲得很清楚。我们这部法律呢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第2条说，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第一，坚持领导；第2，全面，一点都不少这第2条。第2条就告诉你这样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坚持共产党全面领导。第20条呢，要引导跟教育未成年人热爱共产党这第20条。第21条要规范引导呢，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跟海外侨胞都来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了。那谁来做呢？教育系统来做，媒体来做，企业来做，家庭来做，社会组织来做，宗教也要来做
全部都要来做。所以你们所有人都要帮我来做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一个都跑不掉，没有例外。那你说，那如果写得很清楚啊，不是，共产党的法律呢，应该这样说，他认真要执行，他不认真执行的，他写得非常好，好像宪法，哇，你要落实下来，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最幸福的人了，毫无疑问。但他要认真落实啊，他文字一定不清楚，就模糊了，一定模糊了。那这部法律是这样的，好，我们上举的例子啊，第6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啊，咱们现在就境外了，组织跟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我们依法就责。什么叫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呢？那什么叫做制造民族分裂行为呢？那怎样依法就责？宝杰兄，咱们现在干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就干这个事儿。所以我常讲，这叫口袋罪名，这是罗织罪名。外国把它叫什么？叫浮动的红线。你从来瞄不准的，而且从来不是固定的。他现在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说你没罪你就没罪啊，搞来搞去。我们上举的例子就是那个黎智英嘛，黎智英不是自我辩护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啊，我的行为都是在你法律颁布以前出现的，然后不管，因为你后面也有类似的话，所以前面一起算。一般来说，民主国家就是这个法律是1月1号这个公布施行的，以前我就不能追溯既往，我不追溯既往。但是呢，以后的我就要追究。他现在不是，因为你后面做的这事情，我把前面也算进来，没有这种道理的啊。但他们是这么干的，所以溯及既往。然后我们讲了，不但追究行为、追究语言，更主要是追究身份。只要你有这身份，我就追究你。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跑得掉。所以他们自己不是说吗？这叫宇宙管辖法，然后宇宙管辖权。那你说这样还不够吗？还不够。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于任何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跟举报。你无所遁逃于天际间，也就是他就算没注意到，只要有人注意到去告了你了，你就跑不掉了。上次我们举例是香港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就被学生举报，对，所以他的政治目的我讲了，他其实是想把台湾拉近一点点，但是用的语言跟手法呢非常粗暴。这个问题就是，台湾有些人还相信他，还觉得可以接受，我实在是没办法理解这个人。好，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案，它第2条就是你要接受共产党的全面的这个领导，然后呢，你就算在境外势力你发展的你讲的任何东西，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已经够啦，已经很强烈啦？你已经够强烈，你干嘛要弄了一个所谓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要把这2个都在一起了？简单说，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过这个互联网管理办法，它2000年就有了，比我们想的早很多。因为你要知道，第一呢，坏人在想怎么保护自己的时候，想的是非常周全的，非常非常周全。你还在保护自己？对，它是水泄不通的。因为当时互联网他没有想到怎么去攻击别人，那时候他还想不到。他担心什么呢？互联网或者这段信息一打开之后呢，讯息进来，他内部人知道外界讯息，或知道他们过去干的坏事的时候呢，他们会垮台的。那个时候不是文革吗？文革完了之后呢，最后胡耀邦上来了，邓小平扶他上来了。胡耀邦上来，胡耀邦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领袖，所以那时候还有召集了一批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历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党史的学者召集他们开会，开会的时候，胡耀邦就先致辞嘛，他讲了一段话，那现场一个人听了，那个人就转述给我们听。他说，如果老百姓知道我们共产党历史的话，会推翻我们。他就这样讲啊，那时候是1979年前后，差不多1979。大概77、78、79那几年，因为75年毛泽东去世嘛，文革算正式结束嘛，77、78、79改革开放，差不多的时候79到80年，所以胡耀邦自己很清楚，如果我们共产党历史被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起来推翻我们的，一点都不错。所以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觉得说我就防堵境外就好了，所以弄了什么防火墙啦、防火长城啦、军盾工程啦，又搞绿坝。什么叫绿坝呢？在电脑里面
硬体的跟软体的那个界面上面，直接就摆了封锁境外的东西。那些电脑一部分是在台湾做的，啊，相当一部分在台湾做的，所以他当时定的时候，你说这样说要把这个加进去，台湾当时也帮他加了，这叫绿霸。表面上觉得说的很好听啊，他说我们要防止未成年人接触到色情暴力等等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加装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是，就把所有境外他不希望要的东西呢，全部拦住了。那当时国际上很多大公司，像 Cisco 啊，这大公司呢，或甚至那个当年的那几家大的那个 Amazon 是吧，都有帮忙，都帮他们就弄这些防火长城啊、金盾啊什么的，弄得非常严密。所以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防守为主。后来当中共熟悉这套东西之后呢，他就开始反守为攻，就开始进攻了。所以现在各位每天手机上接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他进攻的东西。而且他不是只对台湾弄，不是只对他国内老百姓弄，不是单纯洗脑，他是真的在打认知战，啊，对全球这样打啊，尤其对美加这主要国家呢更是如此。所以他们2000年就有这份东西，中间修订过2次，大概这样讲，我讲一个数字各位就知道了。2000年那部法案呢，就叫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它就叫这东西。其实名字差不多。名字差不多。好，那时候多少条呢？27条。27条。2014年修订过一次，2011年修订过一次，2024年修订过一次，都是27条，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这次修订完94条，啊，现在大家有概念了，3倍半。那他做了，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刚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呢？第一，科技进步非常快，尤其现在这个互联网技术进步、网络进步，更主要是 AI 进步，对不对？这东西一旦科技进步之后呢，对中共来说呢，他们的管理办法跟对社会监控呢，也必须与时俱进。因为原来挡不了了，原来挡不了的，那现在要挡了。现在技术进步了，我技术要进步，然后我要全部封死。那换句话说，就是滴水不漏。那我这样讲不是乱讲的啊，我随便举几条给大家听。第一个，第90条，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定义不一样了。以前互联网呢，它针对什么呢？就是这些营业的商人，就是我提供服务的商家。现在不是了，现在包括搜索引擎、应用程序、即时通讯的工具提供者都包括在内。所以我说滴水不漏，这第一个。第二呢，第26条，过去简单讲说翻墙，现在不是了，叫做违法穿透。任何人没有经过我同意，你违法穿透的，你只要看外界东西的，我全部抓你。现在他们技术抓得到了 ，Cisco 把 IP 提供出来了嘛，把你个人的 IP 提供了，所以那时候湖南的一个记者就这样被抓嘛，后来他妈妈在北美就告了 Cisco 嘛 ，Cisco 败诉啊，哦，那个记者叫施涛，我想起来了，师傅的师，老师师，海涛的涛，施涛，然后被抓了。所以简单说就是他从27条一下子扩张到94条，把内容管进去了，把人管进去了，把行为管进去了。所以任何用户你发什么东西啊，你自己写自己发，然后再来就虽然不是你写，不是你发，你转，你也有份，转也不行，转也不行。第三，你在底下评论一下也不行，除非你痛骂他。你说你让荒唐，然后我们必须热爱共产党什么的，那没话讲。但是只要不是这个方向的，你大家都有问题啊。还有一点，你要底下发个表情包也不行，人家讲了一个什么，你要发个微笑啊，什么太阳什么也不行。你为什么发这东西？你为什么不严厉批判？你为什么不站稳阶级队伍呢？所以都有问题。所以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单纯修改。他扩充到把他想得到的，然后你想不到的，他觉得想要管的，他觉得有问题的，全部管进去了。但是我觉得这都还不厉害，我觉得最厉害在第29条。29条说什么？我读一遍各位就知道了。外国的组织跟个人在中国境外制作、发布、传播违禁的内容，
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认定，我们认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跟公共利益，根据我们的法律采取必要措施。这必要措施这句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谈一谈，什么叫必要措施？所以这第29条呢，跟刚刚前面讲那个法的63条，在境外你的事情我都可以管，所以他们自己都说这叫宇宙管辖法。可在这个部分，大家有一点困惑，是很多人觉得不关心的是说，那你中国立的法律啊，那你中国立的法律里面，你在台湾也不可能执行你的法律啊，你也不可能派你的人过来呀，你也不可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特别现在这国际很多的这个国家，包括像这个欧盟，已经非常强烈的反弹，所以你可能只是自得其乐，好吧？或者说你自己关起门来耍老大，好吧？你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你说没有，其实因为他们是真的会这样干，只是他们用的手法、用的制裁的手法，跟我们原来的理解跟想象不一样而已。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就像你开头讲了，大家都以为说开始他会用合法的方式，用什么 Interpol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然后发布什么 APP， 发布这全球通缉令或者红色通缉令，然后通缉你啊这个刘某人什么等等，然后你到了什么地方，我就用引渡条例把你抓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中共从头到尾用的呢，他自己讲说我们既然是革命嘛，那有的手段呢就不是一般的手段了。我们用手段就是非常革命的手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底线的。坦白说，共产党的底线呢，真的超过我们一般人想象。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这样说应该没事。我常常提醒我们朋友，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没事，你到那边去，他说我进到大陆去，我不乱说乱动就好了，不用。你只要一个表情不对，一个眼神不对，他说：“那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手机？我看你手机，你手机里面难道没有什么我不喜欢的东西吗？一定有。你手机里面有没有，比如说《自由时报》的一篇文章？有没有民进党发的什么讯息？有没有什么这个讲到台独的话？即便他讲了台独，然后你说我心里不赞成，但是我留证是留个记录。你什么不好留？为什么留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留这东西啊？你为什么不留咱们这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什么东西，或中国共产党讲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留民进党讲东西啊？留个台独党纲，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在研究要批判他，你批判写给我看一看。你现在没有写，那我认为你是支持他。所以共产党想人就是我常讲，我说坏人呢对人性的弱点掌握是很好的，好人对人性弱点有时候不会掌握那么好，因为他没有想要做很多事情。坏人他想尽办法，我要怎么掌控你，我怎么制服你，怎么抓住你，然后怎么逼你，或怎么胁迫你，让你就是走投无路，然后你要帮我做事。坏人他不是说这样把你杀掉，他想的是怎么奴役你，控制你，怎么控制你，怎么奴役你。对他来说这个是最重要，因为你是生财工具。那他已经这样做了吗？他早就这样做，他已经这样干了吗？他从头到尾就这样干的。那个我们前面讲绑票嘛，那他们自己就说我们其实就土匪起家的，我们这军饷不够的时候就出去去绑架去绑地主啊，他真的这样干的。各位回去查查，当初这个国共对抗的时候，共产党在这个地方打游击的时候，哪个地方不是这样干的？而且他很清楚啊，比如说他绑架的时候，这个他绝对不会绑错人的。对，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绑错人。他认定那家这个姓王的是地主，他就去绑，然后别人不绑就绑那个姓王的地主，绑回来之后养得好好的，因为什么？这是生财工具啊，这是生财工具，这个绝对不能搞坏的。所以最好的饭给他吃，最好的酒给他喝，最好的肉给他吃，但是养得胖胖的，但是呢，就把顺序放回去。那你们当家的在我这儿，咱们养得很好，那你们是不是筹点钱？然后第一次呢，100两。100两黄金，我们拿出来，别假了啦！我知道你们家至少1000两，我现在只要100两啦，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当然那么多也没那么多现钱，我们晓得没问题。你们是什么开米行的，什么开什么？都调查过了，所以这样子，给你们一个旬的时间，也就是10天时间，你去筹钱，10天你筹来，10天你要拿10天呢，到那天傍晚。太阳下山以前，我没看到钱的话，那你就要看到东西了，
先看什么？一只手指头。10天不来的话，先剁个手指头，你就说血淋淋的乱七八糟包了，就真的收到了，你赶快把钱送去。他们以前这样干的。再不来的话，再剁一只，再剁一只，再剁一只，这样一直这样剁，就这样干。所以很多地主是缺手指头的，被绑过的。他说后来这个他们筹军饷都这样，后来就发现一个更好的办法，卖鸦片。对不对？他们自己说嘛，在这大西北那边就种鸦片嘛。什么南泥湾的歌唱得很好听啊，在另外后面那一大片花罂粟花都是罂粟花，全部是罂粟花。所以共产党的起家比各国共产党都差不多。因为列宁当时讲过，他们说我们列宁是知识分子，坦白讲，大学毕业那个时候，1900年前后或者1890几年大学毕业那不得了了，超过今天博士了，对不对？好，他是大学毕业的。然后他搞了一大段说我们要来革命什么的，但是我们这批书生呢是不能干什么事情的，说明要结合什么呢？我们要结合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叫做 lumpen proletariat，lumpen proletariat， 翻成白话叫什么呢？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我们要结合流氓无产者才能做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事情你我做不到，做不出来，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再怎么狠，再怎么想革命，再怎么等等的，一颗红铜的心向着这个党，我们还是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找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做出来。所以共产党一开始就跟黑社会结合。所以我跟你讲，我看了那个荣荣，就是邓小平的孙女，她写了一本她祖父的传记，就是荣荣。她里面提到一个说，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是他们整个扩张非常重要的。他们扩张的时候，其实就找了一些地痞流氓来处理。那当时就有6句话，6个字。杀地主分土地，也就是我找一堆人，里面有土地的人，我们就跟大家绑一绑，把地主给杀了。杀了以后呢，我们把土地分一分，这就是他们的土改。土改以后这很重要，因为你杀了地主就是投名状，杀了地主投名状之后，他说国民党的部队只要打回来，这些人一定要跟着我走，一定变成我死忠部队，因为只要你杀了地主，你就是国民党眼中钉，所以你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是真的跟这种所谓的地痞流氓的结合，是，然后做出一些你无法想象的手段。所以你去了解共产党，你必须要把这些历史全部都知道。所以我才说，今天的国民党是最应该了解共产党人，因为你们自己经过的，你们的父祖辈是这样过来的，否则我们这些人不需要逃到台湾来。那你既然提到这个，我就稍微讲一下细节。你说杀地主，你是讲了3个字，我来把这细节讲一下。好，那地主被抓到了。地主被认定的标准呢，南北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南边比较富裕，土地比较肥沃，所以有一点点地区叫地主；北方比较穷，那尤其西北那边非常穷，接近沙漠那附近的非常穷，所以你很大片地呢，可能都不叫地主。所以地主的标准全国是不一样的，那各省去定，各省怎么定呢？中央先办讲习班，在北京办讲习班，各省派代表来。然后每一个省代表呢，譬如说这个50人、100人呢，这样你来了，然后中央就颁布，我们要这样叫地主，然后这样叫富农，这叫中农什么等等，就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好，这样又排下来，你们回去各省就去了，各省回去呢，在省会呢就办讲习班，安徽在合肥啦，湖南在长沙啦，广东在广州啦，就办讲习班，就把各县的人找来，各县来了之后就回去就推广了。各县派工作组下到哪里呢？下到农村，下到村里面，下到自然村。下到自然村之后呢，他们住哪里呢？住祠堂，就住那个，比如王家、张家、李家祠堂，因为这样我就不侵占民地。然后住祠堂住多久呢？大概住1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干什么呢？摸清楚这自然村的情况。什么摸清楚呢？谁可能是地主，谁可能是富农，是不是？然后呢？把地痞流氓找来，地痞流氓就跟地痞流氓讲一个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或打地主分田地什么道理，地痞流氓很高兴，我们现在翻身了，靠了共产翻身了，所以我们领头去抓地主抓下去就公审，你干了多少坏事呢？他说我没干坏事，我修桥补路，那不行，那叫善罢，恶罢也是罢，善罢也是罢，你只要3个罢字，那就是罢。所以我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事，我不管你在荒年这分州什么济贫我通通不管，只要你有地，你就是坏人。但是地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讲的地痞流氓，他可能是原来的地主的儿子，他是2世祖或3世祖，他好赌好吃懒做，然后把土地卖掉了，就赌博赌到这个一无所有，然后现在变成乞丐了。然后那个现在你抓到的地主呢，原来是佃农，他非常辛苦的工作了几辈之后，然后最后慢慢攒了，就终于买到土地了，变地主了。现在共产党来之后呢，他死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阶级大翻身。现在大家听懂了吗？啊，所以你所谓的地痞流氓，原来是地主2世祖，对，他昨天开法拉利的，开什么东西的，然后这个带什么背爱马仕包的，那今天呢沦落到地痞流氓，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才会游手好闲。对嘛，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共产党要靠这些人，然后来这个公审了。公审完说民愤极大，必须杀。怎么杀？大家想想怎么杀？从来不是一刀杀，扔石头扔死啊！扔石头扔死，每个人捡块石头排队扔，我们看着你扔，谁不扔？谁不扔？赵全、孙李、周吴、郑王全部排队，每个人扔石头，所以每个人手上都要沾血。这是投名状。对，所以你刚刚讲说，你只要丢了石头，你就跟我挂在一起了。对，没有不扔的，你不扔，你让回去给人家扔吧。对不对？就这样，你同情这阶级敌人，同情地主。所以你说，所以中间我要你手上沾着血。对，所以你说杀地主3个字，我现在讲的就是每个人手上都沾血，每个人手上沾血。共产党做事情就这么绝。对，所以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你只有读这个党史，你才知道这些事情。很多是他们自己写的。所以你今天我在听过的说法是，你跟国民党合作，那跟共产党合作，你要做一些烂事。是你那个烂事做的越多，他越信任你。对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贪官这么多？因为大家都贪，你不贪的话，我就怀疑你。对，你必须贪。那既然分到了，你也不想我，那大家都分这么多，我为什么分那么少？就多分一点点，所以全部进去了。所以贪也是投名状。贪也是投名状。贪当然是投名状。所以现在贪是投名状，以前是手上沾血的投名状。对。所以那时候沾了血之后，那老蒋总统真的想反攻大陆，想了好几次。比如说1960几年大饥荒的时候啊，想反攻一次，然后什么又搞国光就要反攻。那时候他们中共听到之后，他真的福建坚壁清野，后退几百公里。对，我听说了。然后真的就跟老百姓讲，国民党回来了，要杀你们了，你们赶快跟我走，因为你们都杀过地主的，你们杀过国民党官员的，全部这样干。所以刚刚讲说共产党怎么杀人什么的，我现在讲的，对不起，我讲还是比较简单一点。我常在班上跟学生讲，我说那事我不能都讲完，今天讲完的话，你们今天中饭晚饭都不用吃，你们通通不用吃，甚至明天你们可能都不想吃饭，那血腥到你没办法想象。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
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